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这一期呢，我们是进入到这个之前我们公布的那个 Web3 学习计划的第2期。然后，之前我们 share 过大家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计划。然后呢，这个 link 呢，我们之后每次我们其实都会放到我们那个description 中，也就是说你点视频这个下头的那个 description 里的这个链接是一个 Google Doc 的文档，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目前我们已经更新的一些学习的一个笔记。那上一期呢，这个 Gary 已经重新又去回温了一下这个比特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从区块然后到整个这个分布式的这么一个机制，加上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然后怎么去实现的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支付系统。那今天呢，我将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以太坊的白皮书的一个解读。然后呢，因为以太坊呢，其实我的感觉上其实是比比特币复杂很多的。因为对于比特币来说的话，它这个实际上仅仅是为了去实现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支付系统。那其实它就是主要的作用呢，是相当于去说我去实现点对点的这么一个交易，然后呢，它的这个记账实际上就是维护这么一个账单，对吧？就是一个 ledger， 然后在这个 block 中，然后这个 block 需要通过工作量证明，然后让矿工来去更新到这么一个全球这个节点都可以去维护的这么一个账单。但是呢，像以太坊的话，它是在14年左右才诞生的，它是在这个比特币发展了5年以后，它才就是说开发出来。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更新以及新的一些想法，就是说这个区块链技术可以用在更多的一些应用上，所以它的这个出发点跟比特币不是特别的一样。我觉得就是它的出发点是更多以他自己的这个白皮书上的说法是去建立一个下一代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平台。所以它在我个人认为，它就是相比比特币来说会有更多的扩展和应用。然后呢，不光是说我作为一个支付系统，我同时还可以用这么一个平台来当做一个全球谁都可以访问的这么一个计算机，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做运算，然后写各种各样的逻辑，通过智能合约，所以你才可以开发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去中心化应用。但是这些呢，在比特币的这种系统里，它是不允许的，就是或者说它的局限性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来着重讲一下整个就是以太坊这个白皮书它的一些重点的概念。那我推荐呢，还是大家去来看我们的这个学习笔记，去具体的自己花一段时间去来理解一下这个整个以太坊背后的一些运作机制。就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呢，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这种经验，或者说一个背景，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对这些非常非常了解，或者就是从业在这个区块链中，但有些朋友可能是刚接触这个以太坊，或者说完全没有计算机背景。所以呢，我们的视频也不可能就是说兼顾全部的这个观众，但是呢，我在这里就尽量的去给大家讲解清楚的在一个宏观上的概念。所以希望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些知识的话，具体要真的去挖掘的话，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来消化的。所以希望这里的话只是以一个就是介绍，然后给大家基础的讲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先开始，那也就是说从以太坊白皮书这个地方，那我们它这个所谓的就是 claim 是说它会去 build 一个 next 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智能合约加上这个去中心化应用的这么一个平台。OK， 然后呢，所以我刚才也说过，其实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区块链只是作为支付系统的一个基础上，增加了这么一个通过用这个一个虚拟机，以太坊虚拟机，然后它完成就是说除了只有支付，然后还可以去建立智能合约，然后来进行运算，写一些逻辑，然后它可以跟这整个区块链上的这些节点去帮你去来做运算，然后和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这个以太坊的白皮书，它首先它也去回顾了这个比特币的几个重点。然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这几个概念我们必须要
就是弄明白，然后我们才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这个以太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也就是说，我们去看比特币呢，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这种状态转换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什么叫状态转换系统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就是 Gary 也讲过，在上一期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交易实际上是在维系在一个状态中，它的整个这个交易都是有溯源的，就是说你可以去返回来，在这种类似于一个树状的结构中去返回来看到 OK 哪一个交易是从哪一笔来，所以它是以一个交易为中心的一个存储这个状态。那它中间呢就有一个 UTXO model，UTXO 其实就叫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 这个指的是说我要去转账之前，我必须首先保证我的这个 input。就是我来的这个钱从上一笔必须是小于我这个 input， 因为我这个 input 说只是从上一个 output 来，比如说30万那我需要 output 的一个比如说40万的话，那这个等于是一个 illegal transaction， 因为你不可能花比你有的更多的钱。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过多在这赘述，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细节还是比较难去理解，比较像这种抽象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细看这个一些比特币白皮书上的一些关键点。但是呢，它这个重点是说，我所有的交易在每次这个有新的交易产生之前，它是一个状态，对不对？它是一个 state。这个 state 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每个地址对应的它有多少个可以花的这个比特币，那我执行了这个 transaction 之后呢，这个 transaction 实际上是一个状态的转换方程，也就是说，因为你要从比如 A 账户转一些钱到 B 账户或 C 账户，那我这个地方将会改变整个之前我这个账单的所有的状态，所以它会在这个如果这个 transaction 是一个就是 valid， 它是会将整个这个比特币的账单转换到一个新的状态中。那这一个重点，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概念，我们先要记住，那也就是它是一个状态转换系统。OK，在这之后呢，那我们就是比特币又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说通过这个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的机制，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矿工找到目标内的一个哈希值，对吧？然后他去挖矿，然后去 solve 这个 mathematical puzzle， 然后呢，他去创建一个新的区块，然后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这个 transaction 涵盖到这个 block 中，因为它这个 block 的里面 header 它包含前面的这个 previous hash， 就是前面它的一个区块的一个 hash 哈希值。这个就相当于这个 block 形成了一个链条，然后呢，这个 transaction 将会被 include 到，就是涵盖到这个新的 block 中，然后这个新的 block 会去给这个所有的其他的节点去广播，然后让其他节点来去验证一下这个新的 block 里面的这个交易它是否都是合理的，都可以回溯到就是说通过 UTXO 这个 model，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就是说 OK 前面这些 input 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 overspend， 它没有多花它没有的钱。然后确定好它这个整个交易是合理的，然后这个区块就被整个这个区块链接受，然后并更新在这个区块链中。所以，然后这个时候矿工呢就会停止继续挖同一个这些 transaction， 然后他会去生成新的 block， 然后 include 新的 transaction。这就是它的一个工作量证明机制，让这样保证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状态转化系统加上这个共识系统，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货币支付系统。矿工他去检验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放好了这些交易了，然后其他矿工要去验证这个新的区块它是否是对的，所以它需要 apply 一个这个状态方程。这个状态方程实际上就是说我根据现在的这个 state， 然后加上这个 transaction， 我需要去获得一个新的这个 state 一个状态。那这个新的状态呢，必须通过这个 apply 这个状态方程才可以。如果它 return 任何一个错误的话，那说明这个里面就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摒弃这个交易，然后摒弃这个新的区块。所以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说去来通过这种状态方程的一个结果是否会output 出来正确的反馈，还是说错误？这样的话，我们来认证整个这个区块是不是合法的。每个区块中还有一个 Merkle tree 的一个结构，是用来存储这个交易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每个 block 中它有 block header， 对吧？它有 block 区块头，然后它区块头里面其实是存了一个这个 Merkle tree， 用 Merkle tree 去存了这个交易。那为什么其实要用这个 Merkle tree 呢？这个 Merkle tree 实际上是去简化整个这个其实验证还有这个存储交易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让这个交易的存储和去读取会变得更加便捷和简洁。比特币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说它是用这个脚本语言嘛，然后它用了这个 script 语言，它来去 lock 和unlock 这个交易，然后最后实现对交易的这么一个
认证过程或者说执行过程。比特币的脚本语言其实上是有一些缺陷的。那它首先的这个缺陷是缺乏这个图灵的完整性，这个也就是 not Turing complete。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语言实际上不是一个完整的编程语言吧，算是，因为其实是没有 loops 这种 function， 也就是说你没法去通过循环来去写一些这个程序。然后呢，并且它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的价值盲，也就是说它是 value blindness，因为它用的这个比特币是用的这个 OTXO 的这么一个 model 呢，你实际上因为它是要回去 backtrace 到backtrack 那些 input 是多少，然后它并不可能就是说完整的存一个，比如说我想要1000，它就是1000，你得去找哪些 input 是1000，让你凑起来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值，所以这个是一个价值盲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一个是它缺少状态，也就是说 UTXO 的话，这个就是 on spin 的这个 transaction output 它是否是已使用或未使用的话，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 script 的语言它是很难去就是知道的，所以还有一个是问题是区块链盲，那这个 UTX model 的 model 也看不到区块链上的数据，就比如说它一些随机数时间数，还有上一个这个区块的这个哈希，所以它这个脚本语言呢无法通过这种随机性来创造可能的一些价值，所以它在比如说像那种 gambling 就是博彩方面，它是受到严重限制。那以太坊呢，实际上其实也是沿用了这个与比特币类似的那么一个状态转换和工作量证明的方式，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以太坊这个白皮书呢，它其实回顾了这个比特币的基本的原理与创新，但是呢，由于比特币天然的一些设计原理以及 script 这种脚本语言的多重的一些限制，所以导致在比特币上的这个开发呢，非常受限但是呢，比特币又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打样和这个区块链的技术的一个雏形的应用，所以它为这个以太坊的创立呢，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那我们来首先看这个以太坊，它与这个比特币的最大的不同是哪？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在比特币中这个状态 state 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 UTXO 其实就是 on spin transaction output， 它其实算的是 OK， 我这整个现在区块链上还有多少没有花的这些交易，所以来计算这个整个 state。但是呢，以太坊就不太一样，以太坊它用的是一个以太坊账户，这个账户呢实际上就更像我们的银行，也就是说你建立一个以太坊账户，它里面是存有你的现在这个账户它的剩的余额是多少。两种账户，第一种账户呢是这个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 另外一种是 contract account， 这个就是智能合约的账户。那这种 externally owned 账户呢，其实就是只有这个账户余额，然后以太币存在里面，然后它并不具有这种执行合约或者说有 code 有这种代码在里面。然后合约账户的话，它里面其实是可以就是写入代码，然后这个合约账户接收到任何的交易或者说一些 message 消息的话，它是会被触发，然后执行那个代码，然后进行一些存储或者说读写这样之类的一些操作。那这个就是以太坊的很有特点的一个合约账户。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与这个交易。那在这个以太坊中呢，这个交易呢所包含的信息是就是你要先放一个消息的接收者是谁，也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地方可以是交易的接收者是谁，你要发给谁以太币，然后呢你还需要去用 include 这个用于识别发送者，也就是你自己的身份的这个签名，然后呢包括一个你要转账多少以太币的一个金额，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放或不放的一个数据字段，然后一般你要去触发合约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另外两个很重要的点是一个叫 star gas 值和另外一个 gas price 值。这个 star gas 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 gas fee 嘛。这个 gas 呢，实际上是以这个在以太坊上去计算步骤，就 computational step 为计算的这么一个单位吧，算是。这个 gas 呢，其实就是你需要去支付给这个矿工，他需要花多少步这个计算步骤，然后去完成你的这个请求。所以这个 gas 呢，也是你可以去自己设置，但它有一个最大的限制。然后呢，这个 gas price 就是相当于说我每一步这个 gas， 然后我要支付多少钱给这个矿工。那这个 gas price 呢，应该是一个变动的实时计算的，然后你去乘上这个 star gas 的值，就是说你最后要支付给这个矿工的一个钱。这部分的消息呢，其实就是合约与合约之间去发送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就是交易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消息，但它只不过是用来执行交易的。然后这个消息呢，比如说我其中一个合约发给另外一个合约，然后它除了没有这个 gas price 这个值在这个里面，它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呢是组成这个交易和去执行智能合约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方法，相当于。那也就是上面我们看到它有两种账户嘛，首先是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资金账户，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合约账户。然后我们合约账户发送消息和交易的这么一个形式是要去include 这些数据。然后呢，再往下一步就是以太坊的一个状态转换方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特币的状态转换方程也是从一个旧的一个 state 一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个转账或者说一些执行操作去来达到一个新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是说，在这个账户中，这个账户地址上，然后它有1224个这么一个以太坊，然后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合约账户，然后这个合约账户现在有5202个以太币的这么一个余额，然后但是它里面还有一段代码，就是说你发给这个账户合约，它是有这个合约账户它是有一定的执行逻辑的。它现在这个地方的 transaction 操作呢，实际上是从这个普通的 externally owned 的账户，然后呢发给这个合约账户10个以太币，然后呢同时在这个 data 这个 field 里面去 include 一个2和 Charlie， 也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合约账户里面有一个 array， 然后我需要去把这个在这个 index 上的这个值改为 Charlie， 然后呢包括我的签名。这个时候这个 transaction 就相当于交给矿工去来完成。然后如果说这个 transaction 被执行之后，我们会达到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个余额会减10，然后现在只到了1014了，然后这个新的账户里面去加10，也就是说它剩余5212个以太币。然后这个时候呢，通过执行这个代码，然后我们会这个0 index 2的地方也会变成了 Charlie，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从旧状态，然后通过转账，然后到一个新状态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这地方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假设合约的存储一开始是空的，然后呢，我发送了一个，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上面这个图里面的例子，就是我发送一个价值为10以太币的一个交易，然后消耗2000份的一个 gas， 然后这个 gas 呢价格是为，比如说现在为0.001一个以太币，然后呢，并且这个数据包含64个字节，然后字节0到31代表的是数字2，也就是我刚才那个 data field 里面那个2，然后32到63的话代表的是这个 Charlie。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状态转换方程实际上就是可 follow 下面这一步。这个状态转换方程这个 transaction 实际上其实就是由矿工单个那个矿工去来做的。也就是说，我先去检查交易是否有效，然后呢格式是否是正确的，然后检查这个发送者是否有，就是说它这个消耗2000份 gas， 然后乘以现在这个 gas fee，然后是得到2个以太币，它现在是否有2个以太币？如果有的话，它要从这个账户中扣除这个费用，然后呢，扣除好这个费用以后它设为这个初始的这个费用为2000份嘛，然后假设呢这个交易所需要的这个长度是为170个字节，然后呢它还有以太坊呢会收取这个每个字节按5份这个燃料去来收取，然后它去减去这个850份这个燃料，那我们这个从这2000份里面减去，它就现在剩到1150份这个燃料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要去先转账，对吧？转账10个以太币到这个合约账户，那他先去减掉这个10个以太币，然后呢再去运行代码。运行代码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说我先要去检索一下这个 index 2的处的这个存储，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它会将这个2存储改为这个 Charlie。然后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运行步骤花费了187份这个 gas， 那也就是它会从这个刚才我们剩下的这1150个燃料中减去这187，得到963份燃料，这是剩余的，就是说我没用完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矿工将会就是说算一下这个还是多少钱，对吧？乘以这个0.01，然后是还有0.963个以太币，然后这是没有用过的 gas， 然后这没有用过的 gas fee 它会返还给我这个就是交易的发起者，然后呢，我这个矿工会拿下来2减0.963的剩余的这个 gas fee， 然后作为我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就会去把整个新的状态更新到这个区块链上。这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个区块广播到其他的这个节点上，然后大家就可以其他的节点就可以来验证这个交易。那这个就是它其实完成了一个状态转换的一个过程。代码执行方面呢，就是说有这个底层的代码，实际上是以太坊是通过这个 EVM 的 bytecode 去完成的。其实这个 EVM bytecode 是一个非常 low level 的一个就基于这个 stack base 的一种开发语言。然后这里呢，白皮书其实对这个低级语言做了一些解释。然后智能合约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 EVM 的 bytecode 来实现的。然后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就不多讲。然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具体的去看一下。
然后再下一步其实就是以太坊的挖矿。那以太坊的挖矿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刚才这个地方是矿工去来完成这整个交易的执行，然后还有这个状态方程的转化。那挖矿的部分呢，就是相当于说我把这个新的区块广播给了所有的这个节点，然后呢，这一步的话就是由其他矿工，然后都来需要去验证一遍我所做的这个执行的交易，因为如果有任何的错误的话，我这个区块是没法更新在这个区块链上。所以它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挖矿和检验步骤，实际上相当于首先呢，它去检查这个前一个区块，我这个新的区块引用的前一个区块是否是有效和存在的，然后呢，再去看一下时间戳，它是否是在正常的这个时间内，然后并且是在这个未来15分钟以内的，然后再去检查整个区块的编号，然后难度，还有交易根，就是 uncle block 的它的 root，然后还有这个燃料限制 gas limit 是否有效。然后我们再去看它这个工作量证明是否有效，因为这个部分在挖矿在 POW 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去来解决那个去算一个 哈希值，所以看这个工作量证明是否有效。然后呢，令前面一个末尾，就是我前一个区块的末尾的状态为 S0，然后呢，我令我这个新的区块中的这个交易列表里面的这些 transaction 为就是并包含这个 n 笔交易嘛，对吧？就可能我放很多交易进去，然后我要让0到 n-1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呢，我要去算这个状态转换是否会出错，或者说不出错，然后我就要 apply 这个状态方程。那这个状态转换方程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从上一个 state，然后转换通过这个交易之后，然后我到一个新的 state。所以，也就是说，我做这个 apply 这个状态方程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应用程序返回错误，或者说直接到此时就是说它这个消耗的这个总 gas 就是这个总燃料量超过这个 gas limit 的话，它将返回错误。但如果这些都没错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交易都没问题，然后都被执行好了，那令这个 S state， 这也就是说这个状态的 final 为这个我新的这个区块链中的 SN， 也就是最后一个交易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添加给这个支付给这个矿工的一个区块奖励。最后一步呢，实际上就是检查，再检查一下 S final 的这个 Merkle tree 的这个 root 是否等于这个区块链中提供的我的那个最终的一个状态根。如果是等于的话，就说明这个区块有效，然后它就会被更新在区块链上，所有的矿工就可以跨过这些交易，然后他们可以去这个 memory pool 里面去拿新的交易来，然后再去计算新的这个区块。对，所以大概这个以太坊的挖矿的步骤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地方呢，我找了一个图，然后它是把这个以太坊整个运算逻辑、交易逻辑，还有这个就是挖矿的逻辑都放在这里，然后总结成一个图。我觉得如果是细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图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抽象概念可能比较难理解，然后可以通过这种整个 diagram 去了解一下整个它的运作是什么样的。那这个地方我就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这个学习计划上就是除了我说的，其实还可以去看我这个地方总结的所有的这个学习笔记，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以太坊白皮书的第一部分呢，就先介绍到这里。那今天我们总结一下，从这个回顾一下比特币的一个就是状态转换，加上它的共识机制，以及是如何过渡到这个以太坊它的这种设计，还有相同，还有不同的一些跟这个比特币的运转原理，然后包括这个转账，还有状态转换，然后包括矿工挖矿是怎么样形成的，以及完成的。然后，那今天这部分呢，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部分以太坊的这个第二部分的话，我会给大家着重讲一下这个以太坊上的一些应用，然后以及根据这个 smart contract 就智能合约，它可以做到哪些就是以前比特币做不了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它是就是现在 Web3这种去中心化应用的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么一个区块链吧。所以就是请大家期待就是我下一期的这个白皮书以太坊的第二部分。然后下一周的话应该是会 Gary 再发布一个视频，然后下周我会将这个白皮书的第二部分然后视频给大家发出来，然后敬请期待，谢谢大家。